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汤。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东西呢？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再拿出来跟大家介绍。我们先大概聊一下，就是阿汤呢这几年呢，其实都是在从事攀岩这项运动，偶尔会发一些攀岩相关的东西啊。如果有注意到的话，在这个攀岩馆里面呢，我们很常会在地上呢看到3个东西。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的臭鞋子，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使用的粉袋，第3个最常见的就是一只立在那边，就是脚架，然后搭配手机，然后去录制我们自己要攀爬的路线啊，或是可能我们在练习什么动作，我们就透过录影把我们这个动作录制下来，回去呢反复的去看动作到底做的哪里有问题，或者哪里可以再修正。其实对我们来讲呢，是一个很必要的方式以及需要的方法。在这个录制的过程中呢，除了呢用脚架搭配相机，有些人呢会用 GoPro， 有些人可能用 DJI 的 Pocket 3之类的设备，然后去录制我们自己的动作。但问题来咯，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人，或是攀岩馆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你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今天要录制的路线是从这么左边到这么右边，然后这样一路爬过去，这时候你的手机，即便你可能打到最广角，你都还没有办法把整个墙面的画面录制进去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因为呢，毕竟不是全部的攀岩馆都有足够距离让你去放置，但有些比较大岩馆就没有差别，你就是放到最广角，然后你就可以一直推到把它全部录进就好了。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，这样的录进方式呢，虽然呢全部的墙面都可以容纳进去，可是呢，你会发现人呢跟墙或是岩点都变得很小一个。当你拉到最广角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就是只有中间的岩墙这样，然后上下其实都是空的嘛，不是那个下面的大电波，就是最上面空的地方。所以这个有好有坏。如果你岩馆够宽敞，你可以往后拉，然后让广角全部录进，那也不错。但是呢，很多岩馆其实，特别是小岩馆，他们可以往后拉距离其实是蛮有限的，墙面可能会比较高，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左到右的宽度，你需要攀爬的这个宽度比较宽的话，那你就很难去录进。这时候我们就会请别人帮忙，用手持的方法，然后帮我们这样，跟着你。如果呢，今天你只有一个人去，或者你身边没有人，那又要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会需要一个设备来辅助你。当然看得出来吧，这个就是手机的3轴稳定器。你这时候会想说呢，不就是手机的3轴稳定器吗？一个人攀岩的时候要怎么办呢？它可以录制吗？当然可以。你要记得，就是在这几年其实就有一项技术叫做呢自动追踪这个技术。我记得最早期刚推出有自动追踪，然后可以放手机上去录影的这个东西呢，它是一个小小的底座，然后把手机放在上面，前面会有一个镜头去追踪你，然后它就会这样移动，转动。会这样转动，或者是有一种是搭配蓝牙，它会去侦测你身上的东西，然后你走到哪，它就会依照你设备的位置，然后去移动。以前的这类的侦测呢，我如果没有记错，它就是都是只有左右。直到这几年呢，其实慢慢的推出了搭配3轴稳定器的部分，然后它就是有一个像这样的东西，这一颗这个是可以拔下来，上面会有一个镜头。按照它的说法是 AI 人像追踪模组，观察你的人物或是物件移动到哪里，然后呢，它就会一直让这个3轴稳定器去追踪你的位置。有了这个的加持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搭配手机录影。好，我现在先把它开机，然后来跟大家慢慢说明。其实你都不要管它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直接这样弄好，让它吹着，然后直接开机。好，你看它会自己校正回来。那其实，在更早期也有3轴搭配它自己的 App 的，然后是透过 App 里面去做 AI 的人像的追踪。而这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，别人测试下来是听说比较耗电一点。那像这个方式呢，是我手机跟它是可以完全分开去操作的，录影归录影，追踪归追踪。它追踪就是靠这个去联动它自己的3轴稳定器，然后就可以直接透过这样的方式，然后追踪它的位置。另外一个好处是，它这个呢也有支援手势的操作。那其实现在除了我手上这一支以外，还有比如说比较知名的就是 DJI 大疆的，它有出 Mobile 7 Pro， 它这个型号呢也是类似的设计，就是有脚架，有这个伸缩杆。可以这样伸缩，一样有追踪的模组，但我记得 DJI 功能好像有再更多一点点，毕竟它比较贵一点。我买的这一支呢是从淘宝上买的，它的品牌呢是浩瀚，型号是 V3。等一下会分享一下这一支的优缺点，然后再测试给大家看看。功能的部分呢，先大概的简单分享一下。它侧边这边呢有一个电源按键，这个其实一般的操作我就不要介绍太多，因为我不是要讲使用教学手册给大家，我是分享重点就好。它就是有一个开关，然后前面有一个操纵的快捷钮，比如说，你看我现在如果转去左边，然后我只要前面按2下，
它自动会帮你居中回来，按3下。那就可以帮你180度转向，这个其实就是大部分的稳能器都有啦，除了手机的相机的其实大部分的3轴现在都有这样的基本的功能。再来呢，它这边前面有一个遥控器，这遥控器呢，除了放在上面操作之外，你也可以拔下来，它也可以是无线的。我记得它不用额外充电，你只要如果吸上去，基本上它就会一直维持充电的状态。上面呢，一样就是有一个操纵杆，可以去操控这个的方向。如果你有连接蓝牙的话，可以直接按拍照或是录影。这边有一个 M 呢，这是切换模式，大部分的3种模式其实就是那几种啊，比如第一种直向跟随，就是我这个角度是不会动的。我现在这样，有没有？它不会动，它不会动，它会一直维持前面。可是呢，这一支有一点小缺点，就是因为它的轴的设计关系是这样，所以呢，当你往下的时候，它的顶多你就是拿到这样，它会维持这样嘛。然后可是呢，如果你再往下的时候，它就下去了。或者是你要往上的时候，像我现在再把它回来现在是直的嘛，再大一点角度，它就跟着下去了。因为这个轴的设计的关系，这种轴它没有办法有更大的仰角。我自己这样看下来，它最大仰角就是这样，大概是30到40度那边，往上或者往下都大概是30度左右。所以呢，这个算是一点点小缺点了，但我觉得无伤大雅。然后呢，旁边它有一个快速设定曝光的，可是这个呢是搭配它自己 App 使用。那是我自己录影，我喜欢用自己内建相机去做录影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用不到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跟随这个功能要怎么去做使用。好，接下来我来示范一下怎么去操纵跟随。它有一些手势可以做使用。首先，第一个手势是比 OK， 然后它前方呢原本是红灯，然后会变成绿灯，这时候它已经开始跟随我了。你要走到哪，它就会跟到哪，然后背对也没有关系。然后我记得它是，比如说我现在走进去之后，它会变成红灯，就代表呢跟随不到。然后我一再走出来，它就会出现绿灯，然后继续跟着我。这是人像跟随的部分。那你要怎么开始录影呢？你除了拿那个遥控器去按蓝牙录影之外，再来就是启动录影键，2个6，它闪完之后就会开始录。录影期间呢，前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，它就是都是维持绿灯这样。那你再比2个6，这样就是录制完毕。然后呢，你要怎么取消跟随呢？拒绝，它就不会跟了，就这样，很简单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在操作上算是蛮简单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因为其实呢，这个呢，我自己实际使用下来呢，就是左右呢大概没什么问题。我也去攀岩馆都大概试过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呢，往上的高度应该还够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追踪到一半就是跑掉了。我不太确定是速度移动太快呢，导致它没有追踪到了，还是其他的状况，我不确定。那我们现在也测试一下呢，就是我往上走的高度，然后再跳下来，就是这种速度，看它能不能追上我。那我们就是有这个楼梯，好，我等一下走上来，然后再往下跳。我们先启动它 ，OK， 然后它现在开始跟随我，然后录影，好，开始录了。这时候你看我开始走，它开始跟随我，然后我就走到楼梯上。走到楼梯上，它现在还是有跟随我，但是我不确定它可以跟随到哪里。好，我现在往下跳，会移动，移动，移动，像这样快速移动，我觉得它还是都会跟到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正面关系，我们来试一下，不要有人脸的情况下，让它跟着我们，然后我都背面背着它，都不要看着它，哈，哈，背面，哈。其实都还是有跟着，它就是我觉得都跟得蛮紧的。目前测试下来还不错，剩下我可能就是等过阵子再去攀岩馆再多试看看。就是我近期是有一些攀岩的录影的对照的影片，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就是测试呢，就像我们刚刚上面的那些画面这样子啦。基本上我自己在家里这样测试跑干嘛，然后跳、快速移动，基本上都跟随的还不错。那在攀岩馆呢，其实我有遇到失效的状况，不确定原因是什么，就是这部分我可能会再多测试。但是呢，90%的情况下呢，基本上就是我在攀岩场上，它都是有完全跟随着我在移动的。这个角度的部分，就是你记得它就大概有30度的差别。那这个差别，我觉得你就可以在上墙之前，你可以去用这样子的方式。
式，就是用手动去调整一下，看一下这样的角度有没有看到你要攀爬那个位置的最后的高度。可以的话呢，就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。没有的话呢，有时候我可能觉得是距离的问题，摆放太远，所以它比较不好跟随。这个我也不太确定，就是我会近期呢再去多测试看看。但原则上呢，以价格来论的话呢，其实这一支的设计，像大疆的那个 Mobile 7 Pro 那一支呢，看了官网介绍，印象中它也是有下面可以抽出这种脚架，但是呢，这一支会更轻一点，因为它是像这样子更小的3支弄进去就好了，中间一样有一个伸缩杆。所以呢，脚架加上伸缩杆呢，这个高度呢大概是50公分左右。这个高度其实应该已经符合大部分攀岩馆要露营使用，或者是你平常的基本露营使用，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如果你真的不是像我们这种要用在攀岩使用，如果是平常其他时候使用了也没有关系，它的底部还有一个这种脚架的螺丝孔，你也是可以把它上到脚架上之后再去做使用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大概就这样啦。那它的价格是折合台币，我买下来大概是2600多，但是呢，它是有给我优惠。它平常是买599块，我那一天买它是给我569块。你再到其他地方搜寻，好像也没有更便宜的。收纳起来呢，大概就长这样。然后我觉得好处是，像它的收纳是比较长方形，不会有太多凸出来的东西。然后有些3轴呢，我看了一下，它是收纳起来，它会有比如说比较尖一点啊，或是哪里比较凸出来。那我觉得在收纳方面呢，就比较没有那么方便一点。如果你对于仰角跟俯角的那个角度想要再更弹性一点的话，其实有再更进阶一点的自动追踪的3轴稳定器，但是呢，体积相对也比较大一点，价格当然相对也更高一点。我自己看到，即便是淘宝俯角你想要更大的，就比如说可以直接抬头的那一种，好像要到700人民币左右，多了200多块人民币，大概是差1000多块。DJI 的话，应该也是有进阶一点的手机的3轴稳定器，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。那像我自己买这个是浩瀚的 V3，如果你是想要买类似3轴是要有追踪上下的，要仔细看一下，因为淘宝现在有很多它的人脸追踪或者是人物追踪，它只有左右，它没有上下的，所以你要仔细看一下要挑选一下。不确定的话就问一下店家。那相关的购买资讯呢，我也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啦。那这一支后续的使用呢，如果还有什么状况，我会再更新一支影片上来。那有任何问题呢，你就在底下留言喽。那我是拍电影阿大哥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